1961年属牛的有缘人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关系到你未来20年是富贵安康，还是烦恼不断。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很多人都说64岁是一道坎，是人生的分水岭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对于辛丑年出生的你来说，摆64岁不是一道坎，而是一扇门，一扇通往你人生黄金收获期的大门。你前半生吃的苦、受的累、积的德，都将在这扇门后开始真正的福报兑现。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安慰，而是你命格里早已注定的轨迹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层神秘面纱。回首大半生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老黄牛，勤勤恳恳，埋头苦干，为家庭、为子女付出了全部心力？你不善言辞，不懂取巧，甚至因为太过耿直，错失过一些机会，得罪过一些人。年轻时，你可能为此感到过困惑和委屈，但岁月这坛酒，越酿越醇。那些曾经被看作缺点的特质，你的脚踏实地，你的诚信可靠，在64岁之后，将转化为你最宝贵的福气和财富。你的命格是典型的金牛入库，丑土为库，辛金为财。这意味着你的福气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爆发，而是厚积薄发、源远流长的类型。所以，你的晚年大运并非风平浪静，而是一个先稳后升、福禄渐浓的向上曲线。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很多过去让你头疼的烦心事会自动消散，而过去不敢想的好事会一件件地到来。这是你前半生福报的集中体现，也是一个全新人生阶段的开始。我们先来谈谈你最关心的钱袋子。你这一生的财富，可以说每一分都带着汗水和温度，来之不易。你不是靠投机取巧发家的人，所以你对金钱的观念非常务实，这在晚年是你最大的优势。首先，你的正财会非常稳固，你的退休金、养老金以及过去那些稳健的投资，会像家里的压舱石，给你带来十足的安全感。这些钱财足以保证你衣食无忧，活得体面有尊严。但更令人期待的是你的偏财机缘。这种财运不是天上掉馅饼，而是你过去种下的善因，如今结出的善果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的一位老客户，也是61年的牛。大概20年前，他自己日子过得也紧巴巴的，却出于善心，收留了一位走投无路的远房亲戚，还把自己攒了很久的一笔钱拿出来，支持亲戚做点小买卖。后来亲戚去了大城市，慢慢断了联系，这件事他自己都快忘了。可就在前2年他准备退休时，那位早已事业有成的亲戚几经周折找到了他，不仅将当年的钱款加倍奉还，还额外赠送了一间临街的旺铺，让他晚年收租养老。他当时激动地跟我说，真没想到自己一个无心的善举，换来了后半辈子如此丰厚的回报。这就是你这种命格的福报。你的福报从来不是算计来的，而是你用善良和付出换来的。但是福气来了，也要有能力接住。命理中同样警示我们，你的晚年财运中潜藏着破财的风险，尤其要警惕几件事。第一，子女的紧急求助，比如他们要创业、要买房，你一心软，可能就会动用自己的养老本。第二，房屋的突然大修，
一笔不小的开销打乱你的计划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，针对老年人的高明骗局。所以，我必须郑重提醒你，请务必提前做好财务规划，把大部分资金放在最稳妥的地方。记住，守护好你的养老钱，就是守护住了你晚年的尊严和底气，这比任何高回报的承诺都重要。卸下了工作的重担，家庭就成了你生活的全部重心。看着儿孙绕膝，享受天伦之乐，这是你前半生所有辛劳换来的最甜美的果实。但你的牛脾气，那份根深蒂固的执着，也需要在晚年进行柔化和调整。你可能会看不惯子女的消费方式，不认同他们教育孩子的方法，忍不住要出言干涉。你的出发点是爱，是想让他们少走弯路，可过于直接、固执的表达，很容易被误解为控制，反而伤了和气。请你学着换个角度，先肯定，后建议，试着去理解年轻人的世界，而不是总用你过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。记住那句老话，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对相伴一生的老伴，更要多一份宽容和体谅。几十年的风雨同舟，感情早已是亲情。别因为一些陈年旧事，在晚年引发不必要的争吵。多创造一些共同的活动，比如一起散散步，去旅旅游，让晚年的婚姻生活焕发新的光彩。说1000到1万，健康才是享受一切福报的根本。属牛的你，就像一台性能优良、极其耐用的老机器，年轻时很少出故障。但也正因如此，你养成了疏于保养的习惯，有点小病小痛总爱硬扛。进入64岁后，这台运转了几十年的机器，零件开始老化，性能自然会衰退。年轻时过度劳累积下的关节、腰椎问题，会开始频繁发出警报，提醒你该好好爱护自己了。从五行来看，你属土，土对应人体的脾胃消化系统，所以晚年要格外注意肠胃保养。饮食上要遵循清淡、温热、易消化的原则，少食多餐，切忌暴饮暴食。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另外，你的命格中有2颗需要特别注意的星宿，羊刃和白虎，它们代表着意外和血光。这意味着你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磕碰、摔倒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。所以，家中的浴室、厨房一定要铺上防滑垫，外出活动要选择平坦安全的路，任何需要登高爬梯的事情，务必请家人代劳。你的晚年健康，关键在于3个防字：防旧疾复发，防意外损伤，防饮食不当。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，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。最后，我想谈谈你的精神世界。你的命理中有一颗化盖星，这是一颗代表艺术、智慧与孤独的星。在它的影响下，你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宁静和淡泊。你可能会对书法、国画、茶道这些雅士产生浓厚的兴趣。这不仅能陶冶情操，更能让你的精神世界无比富足。享受独处，享受内心的平静，这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。1961年的有缘人，命运的罗盘一半在天，一半在你自己手中。64岁之后，你手里的牌会越来越好。如何打好这副牌，关键在于守住你的财富，
养护你的身体，柔化你的脾气。愿你能洞悉自己的命运脉络，扬长避短，让你的晚年生活福气满满，富足安康，家庭和睦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